好，真的是大和解吗？赖清德要韩国瑜喝咖啡，那当然大家也听到是一个新的消息嘛。后来说赖清德总统府已经跟韩国瑜邀了很多次了，韩国瑜都说此时不宜，气氛不对了。韩国瑜也知道去了以后里外不是人，搞不好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说这个到美国的这个团呢，这祝贺总统就职的团呢，就是惯例来讲，总统都会邀请到总统府去喝个咖啡就是说表示，那么你总是一个团要走嘛，代表我们台湾出去嘛，那总是这个总统就很多团其实出国以前总统都会邀了，所以这也不是什么一个和解咖啡，它就是一个，而且这团里面还有不同的党派呢，这叫什么和解呢？所以看你怎么解释吧。那韩国瑜说了，喝不咖啡不重要，重要建立互信啊。你没有互信的话，你喝又怎样呢？你记得那时候陈水扁邀连战到总统府去，连战还去了，就这边呢，张俊雄在行政院就宣布核四停建了，连战搞气了个要死，你是什么意思嘛？就是他也是两手策略，这边请喝咖啡，那边就打你一巴掌，好吧？这个吴思耀是说希望更和谐啦那赖清德这个因为昨天有说嘛。说呢，他要更大的民主，一直说更大的民主来解决民主问题。他还是想说什么叫更大的民主？立法院、国会不是最大的民主，还是什么最大的民主呢？他原来要去搞公投了，就什么创制复决就是公投嘛，的确就是公投李彦修说这是公投啊，的确，昨天我们的节目讲，我一看就懂了嘛，大家都没有那么笨嘛。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公投，因为你现在公投不是绑大选了嘛，绑大选的时候还容易，你现在公投是不绑大选了。不党大选，你要动员到1/4以上，要488万票，就是你公民，好像现在18岁以上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这个人将近2000万人，这个你要1/4，要1/4，而且要比这个赞成反对的，你反正要比对方多才可以，那就是至少要488万同意票，488票还不一定过，那对方如果有500万票呢？但是好吧，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讲488万同意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呢，你只是劳师动众搞了个半天，然后花一堆钱，然后又不容易过，其实就是这样那果然这个赖清德火速就核可宪法诉讼法，然后呢，立刻行政院呢就同意赖清德同意行政院呢把这个宪法诉讼法送到立法院去复议了，复议也不会过了那当然不知道韩国瑜带了几个委员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影响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宣战，什么叫宣战？就是说，立法院的正义法案，我可以提复议可以提释宪人民也有这个选举罢免的权利等等等等那当然我有一点也不解这是司法，这大法官是司法嘛？总统他说立法不得侵害司法权，立法侵害司法权跟你行政院有什么关系？从某个角度看，这关你什么事情？那是要司法院自己来要求总统出来调解嘛？你行政就管人家立法权有没有干涉司法权？你有没有管太多了？我们看一下，大家一起喝咖啡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家的大事情。总统元旦的谈话像在野地橄榄枝，想找韩国瑜喝杯和解咖啡，但韩办给了软钉回应总统谢谢邀请。重要的是朝野能建立互信，促进和谐。蓝营立委之一要和解，怎么不找主席朱立伦？说要减少冲突，但总统却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3大法案争议。口中的人民有创制复决权，被蓝营也质疑是要发动公投。总统其实是可以改名字叫斗斗斗了总而言之，从头斗到尾他无一事不斗。这个所谓的元旦的文告，但是我看过有史以来直接对在野党宣战最明确的一个宣战文告。没有公投那府方总统府也正式的出面否认未来这些法案都不会提起公投。公投目前来讲不是选项，而3大法案中的限诉法，行政院预计2号提出复议，若没有通过，民进党团则要提出暂时处分。这是眼前我们要穷尽一切的努力去做出来的作为，所以在复议、暂时处分跟释宪的申请都还在努力当中。总统这杯和解咖啡还没端上桌，朝野新年上工第1天再次擦出火苗。叶律师。没有我觉得宪法诉讼法本身既然已经修正了，总统当然就有公布的义务嘛。那公布以后，原则上就是依照宪法诉讼法的规定，然后就是溯及生效。
好，那现在总统当然可以请行政院长可以说我要复议啊。那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个大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复议也不会通过嘛。好，那所以刚刚其实吴思瑶这个党团的干部也在讲说，我们民进党就是会申请释宪。那但是其实宪法诉讼法既然已经生效，又规定说你要评议就要10个大法官。好，然后你要做成宪法的解释就要9个大法官。它已经生效了以后。那你在不达评议门槛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做成暂时处分？法律上是不可能的嘛。所以，除非现在这8位大法官要明白的违法，好，他的权利来源来自于宪法诉讼法，还要违反自己权利来源的法规，说啊，我不管宪法诉讼法规定，我就是要做成这个裁判。那这样呢，其实我们正好之前中华民国宪法学会也在讨论这个议题，那好几位前大法官就明白的说，这根本就是违宪不可行的。好，大法官不能够自己改变自己权利产生的法律。那民进党其实会讲说啊，这是宪法的重要事项啊，立法院不能够去立法啊。可是大法官要用多少人出席，多少比例出席，多少比例来决议，一直都是写在大法官审理案件法，都是写在宪法诉讼法。就是原来的宪法诉讼法是谁立的嘛？也是立法院嘛。那当时可以立，为什么现在不能修嘛？对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突然就说这个，然后说现在说因为会造成宪法法院停摆，那我们其实要回头来想，到底是谁造成停摆？难道总统提名了一堆歪瓜裂枣，立法委员就有通过的义务吗？总统提名了像姚立明这样的人当大法官，就你现在都提一些好人，能够过了就好了嘛。你如果提一些没有争议的人，自然就会过。你乱提一些党派色彩浓厚的人，导致宪法法庭停摆，怎么可以推给在野党呢？我觉得这是说不通的啦。来，梁轩。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从元旦的谈话，不管在谈到对国会来说也好，是对这个对岸来说也好，我觉得听起来都像是呢当下你会觉得哦，是不是一个和解，是不是一个是善意？但是我觉得它基本上是包装着所谓的善意跟和解当中，还是一个很硬的这个两手策略啦。事实上它看起来是有点软，看起来呢是有点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好的，但事实上后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我觉得基本上它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硬碰硬了啊。我觉得比方像对岸这个话题，事实上你说对岸设前提，对我觉得在我们的角度来看都是对岸，因为他以所谓的台独，以这个意识形态为前提，所以他就不跟你谈嘛啊。但反过来说，那我们没有设前提吗？我们坚持要官方对官方这件事情，事实上你也就因此让很多本来可以就此就一个一个去解决的部分，一个一个去放大放宽的部分就放不了了。那所以其实双方都在设前提，双方都有政治上的图谋，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但回到最根本的说，好，那谁需要？今天对岸来说，他在乎你多少人去那边观光吗？它那么大的量体，你去了以后对他来说有帮助吗？但反过来说，我们少了这个大陆的观光客，对这些这个观光旅游业者来说是多大的伤害。本来说这个民进党政府说去年就算没有大陆观光客，也会有1000万人来台湾，结果呢700多万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你一样的这样，当你批评对方的时候，实际上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老百姓的福利放在真正的心里面？同样回到这个国会，我觉得也是一样。你说他对于韩国瑜释出善意吗？过去来看的话呢，有所谓的这个对美国这个相关的一些就职的，很多都是立法院长带队啊，因为他是民意的代表嘛。所以王金平也去啦，所以以前是王金平去的时候呢，总统也接见他了。那你说突然之间就讲到说，今年是韩国瑜去，那我要接见他，我要跟他喝咖啡，就是释出善意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就是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都是你在说，你说是善意就代表是善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说你这个东西代表了相当程度的，因为现在确实关系很紧绷。那就代表朝野和解吗？你真正要进行朝野和解，立法院长本来就是一个主持议事的人，相对来说他很难会有自己的意见，除非选票这个票数打平手，他才会有自己的意见嘛。否则的话，你说我今天去跟这个国会议长见面，所以我就进行了朝野和解了吗？你这样和解的方式，刚刚赵先生已经提到了，当年陈水扁上台的时候，他跟谁和解？他跟在野党和解啊！你不见在野党主席，你不见当初的连战跟宋楚瑜，你说你今天不见这个朱立伦，不见柯文哲，好，就算不是柯文哲好了，现在是黄国昌，你说我见个韩国瑜。
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朝野和解呢？因为你对象错了嘛，你搞错人了嘛。今天立法院里面如果说有那么多的一些相关的法案对你来说有所撼格，那第一个我觉得一般的理解是因为它是一个最新最多的民意。那你不觉得好不觉得？那就坐下来谈嘛。那你要谈要跟谁谈呢？你当然不是跟立法院长谈啊。立法院呢又不是他通过法案的，你是不是跟在野的立委谈嘛？那在野立委谈，他们头头是谁？当然就是党主席啊。所以你说你今天舍朱立伦不去谈，而且你追杀柯文哲，那你要跟他说啊，我在进行朝野和解，谁会相信呢？那你说今天在野党这个怀疑这个赖清德是要去列解这个韩国瑜去挑动韩国瑜跟朱立伦的关系，这个是可以去想象的嘛？因为你刻意绕开了朱立伦，我觉得这部分就代表着说你并不是真正的想要进行朝野和解，或者是你真的不理解。你根本不理解宪政的制度，但是我不太相信赖清德不理解了啊，因为你不会是说朝野和解去跟国会长谈嘛，好，所以你看当初陈水扁，因为呢他搞了这个百人连战一道，所以后来连战很生气啊，从此之后你知道我都不跟你谈了，后来他找谁？他2度找宋楚瑜。讲2000年找宋楚瑜，2005年还找宋楚瑜。那为了搬出说他自己是有心要进行朝野和解的，来希望获取这个社会当中的舆论的支持，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朝小野大，你看哦，我陈水扁都释出善意了，觉得都是国会的错。他对宋楚瑜花了多少功夫？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是不是写了一大张的那个毛笔字吗？真诚，我陈水扁找你送就是很真诚哦，挖心掏肺就想要跟你做和解，是这样子去演。就算你要说他是演，他是这样的演的。现在其实连演都不演，他根本不是要进行和解。所以我的意思说，话听起来很漂亮了哦，但是你说除非骗大家不知道，否则你真心诚意要谈。所以刚才吴思瑶说，我们尽一切最大努力。你往释宪角度讲，你往这个复议角度讲，你从动员复决权，这叫尽最大努力吗？我觉得这叫舍近求远。你最大努力是什么？直接邀请在野党主席坐下来谈。今天当你是一个少数的执政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跟多数民意去进行沟通。你不假此途，然后硬碰硬，你到最终你说难怪大家会觉得说尹锡悦那么糟糕，他也是硬碰硬吗？尹锡悦那么糟，那赖清德好到哪里去呢？我觉得这赖清德在新年2025年最应该思考的事情。所以赖清德口口声声说民主了，你不尊重立法院就是不民主嘛。立法院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大家选出来，而且是跟你同时选的。你选总统选上了，你是少数总统，他们也是同时选上立委，那不承认他呢？在欧洲的话，最后都要组联合内阁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够独霸独吃的嘛？而且那手段就是最后手段嘛。就是说，我就不懂啊，就是你先展现诚意嘛，你现在大法官提名什么，统统不商量，然后呢自己就干了以后全军覆没，连民进党都不支持。我不懂了，你叫什么民主呢？这叫什么尊重国会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检察官起诉柯文哲了以后呢，这个认为说还有别的案啊，现在又搞了一个新的他治案哈，然后呢又认为说呢，怕他们去串证啊，局子在海外啊等等啊。所以呢，一直希望法院把他押起来。那地方法院已经2次给他交保了，不过他都不服抗告，现在第3次抗告，啊，那结果呢，这个台北地方法院要第3次开羁押庭。那柯文哲呢，先回去看他爸爸45文中，说爸爸重病啊。那另外呢，这个高院提了7个疑点，所以地方法院把柯文哲交保4嫌速断，好像太草率了啊！你这个决定的似乎呢，这个太迅速了啊。那北院就追查7件事啊，说这个7件事情呢，你这个高院认为说你要去追查的。第一个呢，这个柯文哲曾经以 LINE 传送讯息给彭正生，哦，你给他下指导棋啊，他怎么是不是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做的决定呢？第二个呢，中华工程公司独董葛树人跟柯文哲呢，在2024 5月1号、8号互传讯息，所以你跟他人是有来往的啊。第3个呢，柯文哲跟沈庆金这个在起诉书有写说，案发以后密集在陶朱影园跟威金集团总部碰面。你们2个没事不一直碰面干什么呢？你们到底在谈什么呢？要销毁什么证据吗？第4呢，沈庆金在2024年6月23、30、8月10号分别跟应小薇、陈俊元、吴顺民相互通联。这通联中间，你们是不是要干嘛呢？要灭证吗？
哦，那第5呢，应小薇删除沈庆金跟其他被告的通话记录。哦，那你说干嘛把通话记录删掉呢？那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吗？柯文哲在2023年5月15号以 LINE 向李文忠传送讯息，李文忠在2024年8月11号以 LINE 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的损益表，明早把它碎掉。所以高院就觉得说，你这个有太多的地方啊，还是有疑啊，还是有怀疑啊，哦，所以呢，这个还应该把它继续压起来，免得他们串证。哦，像这种压人就是一个怕你逃亡嘛，一个怕你串证哦。那黄国昌就想说，检察官不拘押就不会办案吗？一定要压人取供吗？哦。那另外呢，这个游盈隆说呢，你为什么高院2次的理由不一样呢？哎呀，每个法官不一样，他当然不一样，哪有什么法官的见解都一样的？那另外呢，这个主要他们是说橘子跑了，到现在不回来，蔡壁如翻供，但蔡壁如不承认了，哦，就是那个随身碟的那个文嘛，哦，柯文哲的文啦，那蔡壁如说是柯文哲写的，那出来的时候不是柯文哲写的，那蔡壁如说你们乱讲，我要告你们。那所以呢，这有律师认为说，看起来是有压的必要，当然就这个比较亲律的哈。法界说抗告是可以无限制的，检察官不爽就一直给你抗告，一直让你这个不堪其扰哈。而且北检私下有呛声说，我们会无限期抗告、无限抗告、无限制抗告。哦，你保就交保了，我们再抗告，交保再抗告。那到底可以压多久？一审最多只能压15个月，哦，那审判中羁押5年为限，所以你只要这个审判可能搞个10年、15年了，不一定了。但是呢，最多只能压你5年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因为有开会嘛，他们预影就说这不是串证大会。黄国昌说我们都有录音，就怕你们这样讲我们。我们看一下。主席，等一下是不是要赶回去？听到问题点点头。早上10点36分，柯文哲抵达台大新竹分院要探视父亲，但只待半小时左右就要准备折返，因为接到北院通知，晚上6点要再开庭，11点就要先到法院报到。最先来的是应小薇，在律师跟亲友两边搀扶下现身。几天前，她是崩溃哭喊走出北院这扇门，这次是微笑点头走进去。你有收到通知吗？还是沈庆金现在没办法来开庭？还是会来开庭？会来开庭。沈庆金委任律师也来备战了，这次同样由合议庭3名法官开3个法庭同时讯问，开庭重点将着重在高院撤销交保理由，如何防止被告跟同案被告证人接触，保护证词这块着手。高院法官认为，尽管4名被告在侦查中被羁押，检方也传唤大量证人，但这只关系到证据取舍跟羁押必要有没有直接关系，是个问号。柯文哲昨天大辣的跑到民众党党中央去召开这个党主席会议，而甚至在整个过程当中跟好多位的证人来接触，在工作上面正常的接触本来就不在限制的范围之内，而且昨天整场会议，我们为了避免柯文哲前主席继续遭到这样的抹黑，昨天整场会议我们是全程录音。再次提到北院强制处分的但书，因为民众党在元旦召开了中央委员会议，被质疑是串证大会。高院法官认为禁止接触同案被告跟证人，但日常工作除外。北院并没有明确点出范围到底到哪里。北检2次抗告成功，又要再开庭，柯文哲司法轮回前哨战正式展开。世轩。这个来到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公共事务都很想要参与讨论哦，但是到最后都变成是围绕在柯主席因为社会关注的案子。但是我想是这样哦，过去这4个月纷纷扰扰，我们看到很多的讯息。坦白讲，前2次开羁押庭的时候，我都到现场去旁听。当我真的坐在里面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杀红眼。大家看到的是已经公布出来上面的裁定书或者是资讯，但是当你今天听到辩护方跟检方互相的辩论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清楚知道他们的心证是一定的。刚刚前面讲说担心柯文哲串证，
担心柯文哲逃亡。其实，在第一次羁押庭里面的时候，辩护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让检方并没有办法举证说橘子这个人是共犯。好，这个角色共犯先理清楚。第二个，柯文哲为什么要跟这个所谓你们号称的共犯去做联系？所以我认为第一次可以交保很关键的原因在于共犯这个角色，检方并没有办法拿出证据去证明。第二个，逃亡。第一个，柯文哲也讲了，我要逃去哪里？全世界的华人哪个人不知道我是柯文哲？你说限制出境，他不能出海，不能搭飞机，这汤啊，谁敢载柯文哲？所以这个实务上面是非常困难，加上电子脚镣，他也带了。好，所以说在这两个上面，我们认为理由非常牵强。在里面，检察官讲了非常多的话是，比方包含说，你出去了以后，你一定会见到你们的党工，但是你们党工有将近90个人已经被我们传唤了，请问你如何执行？换言之，是不是辞党主席？甚至大家外界看到的是，他承诺里面他会辞党主席。我告诉大家，在里面他是还有交互讨论说，意思是你会不会真的辞？你不要假辞职。所以柯文哲才会讲说，你不用担心，我说到做到，我一定真的辞职。昨天这一场大家所有的闭门会议，其实就是柯文哲要去辞职的这件事情，并且讨论出代理主席，全程录音，我也在现场。所以说，如果今天检方，如果等一下我们等一下6点就要开羁押庭，我一下节目我就会去听。如果检方拿出来的说辞是说，你们昨天辞职的时候，全部的证人都碰到了，那我可以跟大家讲，真的如同黄国昌讲的，下了好大一盘的棋，把你们的人都约谈了，然后说因为你有可能会接触到他们，所以我不让你交保，交保以后你有可能会接触到他们。所以你要辞党主席，好，我办了一个辞党主席的会议，结果你因为见了这些人，我要把你羁押起来。讲到底就是要羁押嘛。那你这个检察长王俊立，大家都会怀疑你司法的公正性。桃园郑文灿的案子，你把它终结，把它结案，不起诉。看到柯文哲，到现在目前为止，你也看不到什么实质证据，然后他是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无限循环。我认为高院也可以拿出 guts。你的刑事诉讼法412、413，你是有权去做决定的。可是他一直把它踢回来到地方这个北院来。那北院的法官其实很明显，这2次针对你的串证、针对你的逃亡，也都做了相呼应的措施，我们也全力的配合了。可是今天北检就是我坦白讲，为什么被叫鹰犬？真的是如此。北检有很多的检察官，我自己在里面看，其实执政党他只要5个、10个真正效忠他的鹰犬，他就够了。这些人就是杀红眼的，就是要压柯文哲。叶律师啊，那个几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说，高院为什么不自己自为裁定？一向都推给地院，对不对？对啊，有没有曾经自为裁定过？我的印象是没有啦。好，我打个有。对，就是货车撞总统府那一次，连续抗告5次，到最后就是高院自己裁定，有必要时他可以自为裁定。对，我回过头来啊，必可自为裁定，他裁了以后也可能是压嘛，对不对？好，我觉得其实今天重点是说，检察官为什么会抗告，是他觉得说有逃亡或串证之余。好了，我们就算这个柯文哲说大家都认识我不可能逃，但是其实高院在第一次撤销地院的交保裁定的时候，他有3个理由。第一点就是说，其实是有4个共犯，然后看起来是有串证的风险。好，然后请地院就地方做说明。第2、第3点才是说交保金额够不够？好，你如何避免逃亡？因为第2点跟第3点就是加到7000万，好，然后要电子脚镣。可是第1点避免串证的这件事呢？那你觉得这7点高院讲的有没有道理？高院其实这一次当然换了法官，但是高院这次的态度就是更明确，针对第一次高院的裁定说勾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已经有7个事情看起来就是在勾串灭证。那你怎么解决？其实这个除了羁押禁见、禁止通信以外，你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了嘛。因为看起来这7个人有密切联系，看起来有直接指示灭证，都有相关的证据在了。你怎么去避免这个勾串的风险？就没有啦。你除了把它压起来，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刚刚其实不止那个总统府的案子啦，在之前像许金龙乐生案，那个也是3次吧。好，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被告也是有5次，都是有这样反复的状况。好，所以其实这种重复的抗告，重点是说地方法院到底有没有遵循上级法院的意见？因为地方法院有遵循高等法院裁定意旨的义务。如果没有遵循上级法院的意旨，检察官去抗告，这是检察官应该要做的义务啊，这没有错啊。我现在看起来，这检察官如果不把柯文哲关起来，我看他不愿意停止啊。那到底为什么？我在想这个问题，可能有2种理由啦。一种理由就是上面指示嘛，非把他关起来不可。这是一种。第二就是说，他在办案过程中，他的确觉得柯文哲是有问题的，
哦，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继续压，否则他就会串证。这从办案的角度，你觉得到底什么理由？我这样讲，我正好上礼拜有一个案子在士林地检署，好，跟柯文哲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呢，我当然也是跟检察官说，我当时已经认罪了，他都认罪了，所以你可以把他放出来了吧？检察官就说他有共犯啊，他共犯还在逃啊。好，所以我不可能让他现在出去，他出去了，他跟共犯联系，我怎么办？好，所以一般检察官在有共犯在逃的时候，就是不会放人的，不是针对柯文哲，就算不是柯文哲，叫做柯武哲，也是会被压起来的，这真的不是针对柯文哲的问题啊。休息了再回来。